大家好，我是小麦。那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做影片分享。前一阵子呢，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备战雪梨马的关系，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目前的状况。那想说已经是距离雪梨马只有1周的时间了。那剩下的话呢，就是会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恢复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之前好像没有完整的讲过恢复周我这边详细的一些训练的安排。那这一次的话呢，也是想说，在训练的计划，然后以及饮食，然后以及像是睡眠啊等等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情况上，我这边都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样最后2周的恢复周的一个训练。那今天也是专门来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马拉松比赛前2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是怎么样子做恢复周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像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将是我的整个的恢复周的安排。那恢复周总共有2周的时间，2周的时间，不管前面1周的训练的安排或节奏为何，我在这2周的时间都会进入到像是您这边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恢复周的安排。那恢复周主要有几个重点需要去强调。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既然是恢复，那所以我们整个的跑量会降下来。减量，但是呢不减强度。那在跑量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赛前的那1周，就是赛前第2周的话，基本上我这边是用80%的跑量来去估算整个1周的跑量。那如果是在比赛的那1周的话，那我这边都会是用60%的跑量来估算这1周的跑量。那这整的1周的跑量是怎么去计算的话，实际上是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不会是一下子就减到80%或是60%这个量。那以我这边实际上的一个数字来举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样子的一个，这是我高雄马时候的赛前的一个减量的计划。那也可以看到我在高雄马之前的那个礼拜，也就是说我最巅峰的那个时期，实际上是有149公里那1周的这个跑量。那在高雄马前1周的这个减量期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把整个的跑量降到了101公里。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我在前周一周二的时候还是有恢复跑，以及对应的20公里左右的轻松跑。然后而且甚至是周三、周四还是有对应的强度课。那所谓的强度课，其实就是对应的阈值或者是我的马拉松配速这样子的一个跑步的一个状况。然后才慢慢的开始降下来。但是呢，整个的一个跑量是有降到这个前1周，就是算是巅峰期最大跑量的一个80%。那在最后的1周的话呢，就是我会把这个跑量呢降到我整个最巅峰时期跑量的60%。那这个60%是要去做怎么计算呢？实际上是我是会包含比赛那一天的42公里的。也就是说，在那1周的前几天啊，就是那前6天，我只会跑到大概40几公里的样子，加起来80几公里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是60%。那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每一天以及每一周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强度。像这一张表的话，实际上就是我目前安排的在雪梨马之前，好，在雪梨马之前，我这边会安排的一个跑步的一个状况。那像第一天就是会是一个休息日或者是恢复跑。那因为跑量的关系，我计算了一下，好像如果是这天是休息日的话，后面几天的跑量会比较大。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完全选择了一个恢复跑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休息。然后在礼拜二的时候，就是会一样是跑3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度。那刚刚有讲到，减量，但是呢是不减强度，所以呢我安排的配速还是在350到330之内。我看我 Shorts 的这个朋友应该知道，我那2天我礼拜二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从336，我记得啊336的配速慢慢的跑进了327，也就是说整个一个的这个跑量实际上是下降的，但是呢，我整个的强度是没有减少的。然后在礼拜三的那一天会做一个简单的恢复跑，那我印象中也那一天也是跑了一个17或18K 的这样子的一个轻松跑，因为我也知道礼拜四的那一天会有一个就是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那其实坦白说啦，我自己都感觉会马拉松配速在跑的时候啊，那个强度其实也是蛮大的。虽说没有阈值或者说是间歇那么辛苦，但是你真的是要连续跑下12或是14K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我觉得其实也是蛮累的。那
那紧接着礼拜四我就一定会是跑一个马拉松配速了。那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我会逐渐的开始加入马拉松配速的训练，让身体去习惯这个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度跟 tempo。那在这一周之前，我是不太会跑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或者说是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除非是轻松跑，最后可能会冲那个500公尺或者是1公里，那就是最多了。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完整的跑下10公里到十几公里的这马拉松配速，就会是从赛前的那一周的礼拜四开始，才是我第一个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呢，礼拜五就会是迎来难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休息日了，难得的休息日，也可以看到像我之前高雄马前面其实都没有休息啊，那也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对，然后那紧接着休息这一天之后，其实这一天这一个礼拜强度也蛮大的，因为礼拜二有一次3趟的2K 的阈值，然后礼拜四呢又有一个12K 的马拉松配速，然后呢紧接着礼拜六又会是跑一个12K 的马拉松配速，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距离并不是就12K，因为整个的跑量是要降到80%。那如果只是跑这个12K 的马拉松配速等等的话，那我们的跑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如果是从我的训练记录去看的话，实际上啊是跑到了23K，也就是说包含前面的热身可能有5K 啊，后面的冷身可能也会有5到6K，再加上中间的10到12K 的马拉松配速，才是组成了那一整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跑步的训练。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以及跑步的强度跟量，然后去调整这中间的比例。但还是会很建议在赛前的这一周的时间，跑1次到2次的马拉松配速，去让身体慢慢的习惯对应的这个马拉松的配速。在最后的礼拜天，就是会选择一个轻松跑的强度，然后呢，就是对应的跑量也是说，哎，只要慢慢的能够累积到80% 的这样子的一个量就 OK 了。所以像是在高雄马的时候，我就是跑了15.7K 这样子的一个量。那像是这次雪梨马的话，我估计也是抓15K 上下，就是可以完成礼拜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让整个一周的跑量大概在100公里上下就 OK 了。然后那回到这个比赛周的那一周要怎么去做一个恢复跟训练呢？那实际上就是会慢慢的量更少，然后呢强度实际上还是都有，也就是说对应的速度都还是都有。因为前面其实几天都已经是把量减下来，其实身体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慢慢恢复了。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个轻松的恢复跑，大概是30分钟左右。因此像是在高雄马之前，我就会是跑了一个6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恢复跑。然后呢，紧接着礼拜二又会迎来强度课了。我不会在那一周不跑强度课，还是会想要刺激一下身体，然后让身体有感觉这个速度的感觉。但是呢，就不会在这一周的强度课去跑到3趟这么多，那会更继续减量，减到2趟的这个强度，也就是说减到大概50% 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度课的距离。但是呢，我的强度不会降，还是会跑我对应的350到330的这个强度，但是我不会再增加了。就是哪怕身体的状况再好，我不会再增加到，比如说，像上个礼拜我跑了327的这个最佳的这个配速，那我不会再跑到325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配速，就是以保守跟有刺激到这个速度感为佳。哦，然后那礼拜三的话呢，就是会好好休息的一天，也是会让自己身体好好休息。最后呢，礼拜四，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刺激了，会是跑一个5K 左右的比赛配速。那也是可以看到在高雄马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这样子累积的。那不会是只跑5K，一样的，根据自己的跑量，我会按照60%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计算，然后剩下的就会是靠热身以及冷身去填满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跑量就 OK 了。那到礼拜五的时候啊，因为实际上那时候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会再简单的轻松跑个5到8K，然后最后冲个100-200公尺，就可以结束这整个一个礼拜的训练。那整个礼拜的训练的跑量呢，实际上大概就是在40公里，对我而言啦，就是在40公里到50公里的样子，就不会更多了。那大家也是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上的状况来去做调整。好，那剩下的话呢，就会是礼拜六。礼拜六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他会去跑一个2、3公里或是3、4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暖身跑。
那我基本上如果能够选择休息，我就会是选择全部休息的啦。那如果还是暖身跑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速度啊，跟那个强度就千万不要到2区以上了，就是让身体真正的好好的恢复。也就是说总结而言，我会减量不减强度，然后呢，从恢复周开始会逐渐加入马拉松配速的训练，让身体习惯整个马拉松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度。然后在最后就是去迎接比赛。好，那这个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关于比赛前的饮食。那比赛前饮食，其实主要的饮食就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我还是会执行对应的咖啡因戒断。那基本上我会在赛前的7天到10天的时候，就是来执行咖啡因戒断。也就是说，在礼拜天的这一天，或者是再往前推几天，礼拜四的这一天开始进行咖啡因戒断。那前2天如果有看我 shorts 或者是追踪我 t r a d e s 的朋友，应该就看得到，我从礼拜四开始做咖啡因戒断，但是呢，那一天我又是跑马拉松配速，我整个的状况就是跑完马拉松配速，我觉得整个人都还在睡觉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刚刚开始做咖啡因戒断的这个过程的话是非常痛苦的，整个人会是昏昏沉沉，至少2、3天的时间。但是我也是为了要让咖啡因的这个效果在比赛的时候更明显、更有效，所以我还是会做咖啡因戒断，至少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那这是咖啡因阶段。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碳水超补了。碳水超补我会是在比赛前的3天，也就是说周四周五周六这3天开始进行碳水超补。我会把整个饮食的80%全部都改为碳水。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一点，我会完全把它改成是像是肉燥饭啊，或者是白饭啊，或者是白馒头啊这样的方式。那在超商的话，我也会去吃像是荞麦面啊等等这样的。那因为后面都看得到对应的就是碳水的比例嘛，那都会比较好去计算。那如何去计算？像我之前的影片有提过，那基本上就还是会按照我自己体重然后再乘以10克这样子的一个碳水的一天。也就是说，假设我是60公斤，那我一天就会吃到600克的碳水。是我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有些是说可以乘以8就好，也就是说480克碳水，这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那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好了，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吃到对应的这个量，480克的碳水或是600克碳水，那就是8到10碗的白米饭，那或者就是12个白馒头。对，就是大概是这个量，那你分在一天去吃，那其实也是一个碳水自由的一天呐，只会吃到想吐，那也是会蛮挑战的3天。但我也是觉得碳水超补这件事情，对我在比赛过程中的，不管是续航力啊等等的，都会是蛮有效的。像我现在，可能是因为咖啡因的关系，可能是因为碳水的关系，基本上以马拉松配速跑到7、8K 左右，其实身体就已经感觉到很辛苦了。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基本上我马拉松配速都会是要跑到要大概15K 以上的时候才会觉得有一点点疲劳，15K 以前就不太会有对应的疲劳的感觉出现，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分享。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睡眠了。那因为我们知道在比赛当天其实都会很早起来，那也就是说礼拜六的这一天晚上，我们基本上不太会好好的睡觉。那就算是能够早点睡，也都会是因为紧张啊等等的关系，准备的关系，都会睡得没有很好。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2天的时间，如果只要有时间或者说是只要晚上能够提早睡，就尽量的让自己睡饱一点。这2天的睡眠对于后面的一个比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以上，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在马拉松比赛前的2周做一个减量周的一个规划，包含了我的训练计划，然后包含了我的一个饮食计划，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注重的一个睡眠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在比赛前2周，我都会开始默默的倒数日期啦，哪一天开始做哪一件事情，哪一天开始做哪一天的训练，就会稳步的就是接近比赛的那一天。也是希望这些资讯可以给大家带来对应的一个参考的价值。那有问题的话，也希望跟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谢谢大家，也是祝大家可以热爱跑步，快速恢复，然后享受比赛。我是小麦，拜拜。